8月23日，英超第3轮的双红会上，红魔曼彻斯特联队以2-1击败死敌红军利物浦。这一结果可谓出乎所有利物浦球迷意料。本场比赛终结了曼联2连惨败的同时，也让利物浦在本赛季遭遇首败，并且3轮不胜，目前积5分排名第9位。一时间质疑和嘲笑也纷至沓来。从首战平富勒姆至今，利物浦究竟怎么了，已经成为了球迷心中最大的疑问。以永不言弃精神和碾压式推进著称的红军，已经连续3场没有优先进球了。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纵观近几年红军的整体表现，确实有些问题急需解决。我是报个庄5年老粉，欢迎来到本期球迷真心话。今天我就来盘点一下利物浦英超前3轮的表现和我作为红军球迷的感受吧。首先，利物浦现在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，明明已经压着对面打，却总是能被对手打穿后防线丢球，即使控球率远高于对手，也往往不能取得更多的威胁射门。锋线和中场太急于求成，有时候射门不是重处打高，就是搓偏了。第一轮时，太子开局的失误险些让对手得分，之后蒂亚戈一个大脚长传就直接出了边线，后面米特洛维奇力压太子破门的场面一度让我是提心吊胆。不过多亏了埃利奥特的精彩直塞，让法老助攻努涅斯进球，才让我悬着的心放下来。这位19岁的边锋在场上进攻十分积极，展现了不凡的出球能力。不过阿诺德和罗伯逊有时候还是冲得太前，也导致利物浦后场多次处于危险境地。之后努涅斯、萨拉赫小配合打门得分，以及队长亨德森补时势大力沉险些绝杀的打门，也算是让红军没有落得输给本赛季英超新晋球队的下场。但是第2轮在对阵水晶宫时，对方的防守反击战术可谓让利物浦吃了不少苦头。这场红军前后场的传中小配合也很多，但几乎全都打了水漂。反观水晶宫在面对密集进攻时，后卫防守给力，门将扑救及时，甚至锋线还获得了单刀机会。就比如32分钟，扎哈就凭借埃泽送出的直塞打进了一个单刀。再到对阵曼联时，那简直让我怀疑人生。15分钟时，曼联竟然以直塞加倒三角传球配合进了球。当时我看直播的感受就是，我是谁，我在哪？这是利物浦吗？后防线什么情况？再看看曼联的后防线，将利物浦中锋进攻夹得很死，锋线没有冷静射门的机会，自然进球的希望就很渺茫。不过戈麦斯的防守比较积极，明显优于范迪克的表现，中场的也是操之过急，拿到球就想着打门，而不是找机会做球，而且传球也有些粗糙。就比如52分钟，亨德森就出现了传球失误，给了马夏尔直塞的机会，最终拉师傅潇洒射门，曼联扩大优势。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了，毕竟状态不好可以调整，不过连续3场中场和后卫的大小失误已经变得难以挽回，这里范迪克的出击也没有把握好，这也是拉什福德能够轻松单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纵观3场比赛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大部分时间红军全队整体较为靠前，导致被对手断球反击后不能更快回撤防守，因此被单刀的次数也就多了。我认为利物浦3轮不胜有着3个原因。第一是球队状态低迷，出战球员整体年龄偏大，球员状态下滑，尤其是主力球员状态下滑已经成为了无法忽视的问题。曾经单防姆巴佩、C 罗的世一位范迪克在对阵富勒姆时伸脚送点，被誉为红军出勤王的传奇功勋队长亨德森被米特洛维奇顶翻，都从侧面反映出红军防守端和中场主力疲软的现状。第二就是突发事件太多，伤病问题严重，洛塔、凯塔、蒂亚戈等一众优秀锋线中场球员伤病缺席，也确确实实对利物浦赢得胜利产生了严重影响。本以为新援努涅斯能够保持与萨拉赫、迪亚斯的完美配合，结果头顶安德森受到的直红却把这一切按下暂停。老将伤病多，新援路不顺，继卡瓦略后中场球员的引进毫无消息。尽管扎叔也是一再强调输曼联的比赛与伤病和转会无关，但看到中场和中锋位竟无可用之兵的情况，也实在是有苦说不出。如果这样无人可用的情况继续持续下去，后续面对纽卡斯尔和埃弗顿的比赛也可能更加吃力。第三就是年轻球员与球队的磨合还不太完美。这几场比赛下来，达尔文·努涅斯、哈维·埃利奥特、法比奥·卡瓦略的表现无疑十分优秀。不过就现状来看，虽然阿森纳名宿保罗·莫森曾在个人专栏上盛赞卡瓦略天赋异禀，能够接班亨德森和蒂亚戈，但是就目前的进球转化上，这位利物浦未来的中场支柱确实需要更多的比赛和进球来提升自己。
如果说一支球队的经历像一个人的人生一样有顶峰和低谷的话，那么利物浦现在或许正处于中年危机吧。球队实力和实战表现的巨大差距，使老球员困惑，新球员迷茫。如果说上赛季利物浦距离英超冠军和欧冠冠军仅一步之差，单赛季4冠王也并非遥不可及。那这个赛季面对状态火热的枪手阿森纳，坐拥大中锋哈兰德、顶级中场凯文·德布劳内的蓝月曼彻斯特城，利物浦的英超之路将会更为艰辛和危险。虽然这被称为利物浦近10年来最差的英超开局，但这并不是我们质疑他的理由。以前的拼搏精神虽然最近看似减淡了很多，但是在逆境中反击的思想却从未褪去。克洛普时代虽然有小的低谷期，但一直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我成为利物浦球迷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强大的阵容、多么雄厚的财力，而是创造安菲尔德奇迹的坚强球队精神，是在球场高尚你永不独行的球队文化。正因为如此，重视问题，努力调整状态，稳住利物浦能赢。